没有2把刷子，你还真的没有办法应对中炮盘头马。今天我们继续介绍当头炮的速胜飞刀棋局。红方上马，黑方劫城屏风马，中路发起进攻，双方的攻防力量就在中路展开。黑方飞象，这时候红方典型的中炮盘头马，目的直冲中路。那么在这里上一局我们提到了黑方有3个应对车略：卒七进1形成2头蛇，炮2进2寻合炮。第3个走法呢是车1平4先手主动对车。本局我们继续看后2个变化。进炮寻合，防止红方冲中兵，同时也掩护上马。咱们平炮目的是亮车，黑方抢先上马，这里既有跟我们交换子力，同时也有马4进6，将来这里既可踩马，同时也咬着炮，稍微不注意的话，直接破坏阵型。出车先手抓炮，那这里逼迫黑方开始对子，红方上马吃掉。接下来劫城寻合弹子炮，那看起来很不错还拦住车，但是咱们一招见缝插针，冲兵的话威胁小卒，小卒不保，2个炮了，阵型将来也不稳固。退炮防守，敌退我进，冲卒吃掉，中炮发出。接下来黑方平炮，目的也是为解放车，将来出车，咱们加强中防。好了，走到这里，接下来你会怎么走呢？黑方出车，红方面临着如何进攻呢？进车，这里是埋藏杀棋，黑方不理会，冲卒吃掉。那现在红方还不能上马吃掉这个卒，因为你这里是没有平车砍象这样的一个杀棋先手。我们稍作演变，比如说你上马一吃的话，他进车给你吃掉，感觉我上马引诱车吃，露出中炮，下一步棋可平车砍中象，你不敢飞我这里重炮杀棋，但是他有一招平车挡枪，形成一个阻断。那下面的话，你平车吃马，他退车吃炮，将来一番操作交换完毕之后呢，他还多2个炮。如此的话，红方是没有杀棋，而且必要的话，黑方还可弃车砍炮。所以说在这里红方还得要从长计议了。我们返回来看看今天的精妙棋局走法，大家也不妨来借鉴一下，换作是你的话，如何妙手入局呢？选择另辟蹊径，依然是上马腾挪中路。那现在2个当头炮简直是威胁太厉害了，冲卒一招2用，既引诱跟你换炮，同时也是想要吃马。红方大刀阔斧，先手吃象。那现在黑方也没有办法，既不敢飞象吃，同时也不能不理会双炮给车撞威，进车砍士，直冲底线，也没有办法，平炮打掉，红方上马吃掉。这时候飞象吃车，跳马挂角，依然杀棋。进炮封锁，借卒生根，同时也是为出将逃生留出一条要道，但是这里已然是形成了杀棋。咱们直接3步上手，跳马将军的话仅此一步出来，平炮弃车。那这里将军的话，首先说明他是不敢成事的，只能把炮走开，进炮打掉车。好了，一招车马炮立体式进攻，形成一个8角马的杀法。大家觉得这个妙手凶不凶狠呢？回到局面，我们继续看黑方的第3个策略，直接跟红方对车。那咱们以静制动，静待机会。黑方眼看红方不主动对车的话，选择上马，此时红方冲兵。那现在的话，他还来不及踩卒兵，因为这样的话进车一吃，将来直冲中路，只好先手换掉马，后手进卒吃掉兵，咱们进炮打掉中卒。
这里打完之后，快速冲兵，火通马路，同时也有暗藏近炮，拔掉你的当头炮。咱们继续加强中防，黑方近炮，眼中钉，肉中刺，势必想拔掉。先手对调车，平将吃掉，也是仅此一步，因为有当头炮坐镇。那么这里红方就抓住了他的机会，先手交换掉。那么在这里一旦交换完毕之后呢，相信高手朋友一眼就能够决定双方的优劣阵势。我们来分析一下，当前红方的子力非常的通透，而且上马比较迅速。黑方最大的缺陷在哪里呢？第一个是底线比较空虚，将位不安。第二，车在背处，再杀出来的话需要一定的功夫。好了，我们直接看红方的先手出车抓炮，黑方怎么走呢？炮2平3还是炮2平4呢？因为这个炮肩负着防守的责任。首先我们来看最为潜在的就是炮2平4，这个走法是快速形成杀棋。红方进车底线一将军，请将上2楼。接下来摆炮一将军，这个炮你务必得走开吧。炮3平4呢，炮4平3呢，或者说炮4平1，这其实都可以。红方上马一将军，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出大问题了。乘势的话，跳马一挂角，一跳马的话把车给抽掉了。那平炮挡枪，但是在这里红方并不是为了抽你车，而是有2路杀法。我们首先看第一种，跳马的话，这里一将军也只好再度把炮走开。退车一将军退下去，接下来马后炮直接杀棋，车都不吃你的。那么当然呢，在这里我们继续来返回，红方还有更加巧妙的走法。当红方跳马将军的时候，黑方平炮塞住，这时候咱们进马。这里也是在前面我们学过很多残局杀法之中挤住对方这个炮，迫使他不得不发出去。好了，这个炮一旦发出去，后方力量就没法防守了。进车一将军请上3楼，这时候再来一招回马，马后炮杀棋，可谓是更加的憋屈，让黑方生不如死。我们返回节点，当红方出车抓炮，黑方最为顽强的就是炮2平3，此时红方上马先手踩炮，可以说炮的责任非常的重大。那在这里是形成顽强的防守，因为炮一闪开的话，既有平炮将、上马将，还有进车，车马炮3子组合，而且是3子归边，呈立体式的进攻。所以说黑方选择上马防守，这时候咱们平炮再来一将军。首先说明平炮挡乘势或者说跳马，咱们都有跳马将军的话，把车给抽掉。比较安全的就是将回原位，这时候上马踩车，同时奔卧槽而去。退车防守也是仅此一步。那么接下来在这里，红方进车先手捉马，这个马何去何从呢？马5进4还是马5进6呢？我们分别来看，马一旦闪开的话，进车底线将军。那首先说明这里他是不能退势，这正好是一个高调马，平车砍势就是杀棋。那顽强一点的话，就只能退炮了。好了，这里再度使出妙手，看看你会怎么走呢？直接一招上马，弃子抢攻。那现在首先说明，如果说这里一吃的话，平车砍炮，中路象被拉住，只能上来退车一将军把车给抽掉，这个单马就没有办法了，只能投降认输。那在这里他还不能吃咱们这个马，顽强一点的话就只能出将了。这里又是非常巧妙的手法，跳马吃掉炮，用炮一将军，无论这个马跳到哪里咱们都是回马有双将，马跳开回马双将。那当然呢，如果说乘势呢，
这里同样是回马吃掉，或者说直接跳马，同样的杀棋，你起不来。所以说这里无论他是怎么走啊，当然他也有进去，同样是双将的杀棋手段。由此可见呢，这一招啊，马五进4的话，直接快速杀棋。好，我们返回局面。那么先前在这里我们继续来看，当红方进车抓马的时候呢，如果说马五进6的，我走得远远的，不给你充当炮架呀，咱们依然是底线将军。那退士这个走法呢，咱们就不用多说，因为你一退的话，我再度上马挂角的话，将军起来或者说平车啊，都容易把这个车给抽掉。依然是顽强的退炮进行防守。这时候呢，如果说你想要故技重施，直接上马，将军呢感觉也可以，那也是同样的招法。但是更加犀利的就是直接大刀阔斧，弃车砍炮。那也是仅此一步，退向吃掉车。这时候再来神之一手，跳马杀棋。老将出不去，正好马后炮，同时中路啊已然形成了一个牵制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入局杀法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同时为大家介绍了中炮盘头马2个非常精妙的杀法。好了，今天这一局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。